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局部腕枕的腕躯体的部分。腕躯体我们主要从4个方面来学习，包括腕颈项、腕胸胁、腕腹部和腕腰背部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腕颈项。颈项连接头身，颈项中有气道、食道、脊髓和血脉的通过，是氢气、饮食、气血和津液循行的要道。同时，手足三阳经和任督二脉循行于颈项部，所以腕颈项可诊查脏腑气血的失调，以及了解全身的病变。腕颈项主要腕颈项的外形和动态。第一个是外形，正常的颈项外形是直立的，两侧对称，气管居中，颈动脉搏动在安静时不易见到。异常的颈项，我们给同学们介绍2种，即阴流和裸立。阴流是指的颈前结合处有肿块凸起，或大或小，或单侧或双侧，可随着吞咽而上下移动，通常是由于肝郁气结痰淋，或是因为水土失调痰气互结所导致的病变。第2种就是裸立，裸立是指的颈侧颌下有肿块如豆，累累如串珠，可以融合溃烂成豆道。通常是属于肺肾阴虚火旺，炼精成痰，或者是外感风火湿毒加痰结于颈前的一种表现。第2个是动态。正常人的颈项转侧俯仰自如，颈项的活动范围是左右旋转各30度，后仰30度，前屈30度，左右侧屈可以达到45度。颈项的异常改变，我们主要讲2种，向降和向软。向降是指的项部拘急或僵硬，主要是由于风寒侵袭太阳经，精气不利所导致的，或是温热火邪上攻所导致的一种病变。如果向降出现在睡眠以后，并没有其他的症状，为落枕，多因为睡姿不当，感受寒邪，颈部经络寒凝气滞所导致的一种病变。向软是指的颈项软弱，抬头无力。小儿的向软通常与先天不足、肾精亏损、后天失调、发育不良有关，可见于佝偻病的患儿，或者是老瘫病的患儿。第2个部分就是腕胸胁。胸腔内藏有心肺，属上焦，为宗气之所居，是经脉血管循行不达的地方。胸廓前有乳房，属胃经；乳头属肝经；胁内为肝胆经循行的部位，所以腕胸胁可诊查心肺的病变和宗气的盛衰，以及乳房的疾病。腕胸胁主要腕胸胁的外形和呼吸运动等等。正常的胸廓的外形表现为扁圆柱形，两侧对称，左右径和前后径的比例是1.5比1。胸廓的形态出现异常，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种，比如扁平胸。扁平胸主要表现为胸廓较正常人扁平，前后径小于左右径，通常见于形体消瘦的人，或者是阴虚的体质的人，或者也可以见于肺肾阴虚、气阴两虚的病人。筒状胸表现为胸廓较正常人蓬隆，前后径和左右径约相等，多为久病可喘、肺肾气虚、肺气壅滞的一种表现。鸡胸表现为胸骨下部明显的前凸，胸廓前后径长，而左右径比较短，内骨侧壁凹陷，形似鸡的胸廓。漏斗胸主要表现为胸廓下端凹陷，形似漏斗。内如串珠主要表现为内骨和内软骨连接处变厚增大，状如串珠。无论是鸡胸、漏斗胸还是内如串珠，
通常都是由于先天不足、后天失养，或者是肾气不足、骨髓发育异常的佝偻病的患儿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病症。另外，腕胸廓还要腕胸廓的呼吸运动。正常的呼吸是均匀、节律整齐，每分钟约16到18次。胸廓的起伏左右对称、均匀放松。妇女以胸式呼吸为主，男子和儿童是以腹式呼吸为主。异常的呼吸运动如果表现出呼吸急促、胸廓起伏明显，通常见于实热症，多为血热、痰浊、犯肺所致；而如果呼吸微弱、胸廓起伏不显，通常见于虚寒症，多为肺气亏虚所致。第3个部分就是腕腹部。腹部属中下焦，内藏肝胆、脾胃、大小肠、膀胱、胞宫等等脏腑，所以腕腹部可以诊查腹部的内在脏腑的病变和气血的盛衰。腕腹部主要望腹部的形态和动态。正常的腹部平坦，直立时腹部可稍为隆起，约于胸平起；仰卧时则可稍凹陷。异常的腹部的形态表现为以下几种，比如：如果腹部膨隆、脐心突出、皮肤绷紧、腹壁青筋暴露，称为水谷，多为气滞血瘀、水停所导致的病症，常见于肝硬化腹水的病人。如果腹部膨隆、鼓之如鼓、中空而无物，为气谷，多由脾虚气滞、肝气郁结或大小肠先天畸形等导致的病症。腹部凹陷状如舟船，称为舟状腹，多见于久病脾胃气虚、机体失养，或者是心病大吐泻、津液大伤所导致的病症。腹壁有半球状的凸起，称为疝气。疝气好发的部位主要见于腹壁正中线、脐孔和腹股沟等处。疝气通常在人体直立或者是用力后发生。第4就是腕腰背部。背为胸中之府，为心肺之所居，与肝胆有关系。腰为身体运动的枢纽，为肾之府。督脉、足太阳膀胱经、带脉循行于腰背部，所以腕腰背部可以诊查有关经络脏腑的病变。腕腰背部主要望腰背部的形态的异常，以及活动的受限等等。正常的腰背部两侧对称，俯仰转侧自如，直立的时候脊柱居中，生理弯曲正常。异常的腰背部，我们主要看以下几张照片，比如脊柱过度弯曲，称为驼背或者是龟背，与肾气亏虚发育异常有关，或者是出现在脊柱病变的人。第2个是脊柱侧弯，可以见于小儿发育期坐姿不良，或者是先天不足、肾精亏损、发育不良的病人，或者见于一侧胸部有病的病人。另外，脚弓反张的病人表现为脊背后弯、反折如弓，兼有颈项降直、四肢抽搐，通常为肛风内动、经脉拘急所致，可见于高热惊风、破伤风等病人。以上是腕躯体诊病的内容，本节课就讲到这儿。